大家好，我是卡尔。今天来介绍要怎么样在320的 MCDU 上建立制定的导航点。这些功能可能平常很少用到，可是如果你会使用它的话，会对一些导航非常有帮助。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介绍吧。现在我们来介绍要如何在320上的 MCDU 去建立制定的导航点。那为什么要建立制定的导航点呢？在有些时候，某些程序并没有在航图上呈现出来。例如说，某些机场比较特别的绕场进场，像是釜山机场，可以看到左边有摆一个釜山的航图。那因为釜山机场北边有地形，并没有办法安装 RS 去进场在188跑道上，所以说，如果飞机要落地188跑道，必须从南边飞上来，然后再做一个目视的绕场进场去落地188跑道。那这个进场的方式并没有在航图上呈现出来，因为它是所谓的目视的进场。那有些飞行员就会自己去输入制定的导航点，然后再把这些导航点连接起来，变成一个很像绕场的路径，这样便可以作为在进场时的参考。那制定导航点输入的方式有很多种，现在在画面右边的 MCDU 上可以看到 New Waypoint 的页面。那第一栏是 ident， 这里可以输入你想要把这个导航点命名成什么名字。第二栏是坐标输入，简称 LL， 直接输入绝对的坐标。第三个栏位可以用一个已知的点，然后再输入它的方位，然后在这个方位上距离多远，也就是 place、bearing 跟 distance， 简称 PBD。第四个栏位是用一个焦点的概念，可以用2个已知的点，然后在个别特定的距离画圈，这2个圈所相交的位置简称 PBX。最后一个叫做 place distance， 简称 PD。这个输入的功能并不会在这个页面上，我们要直接在 FlyPlan 的页面去输入。以上4种就是输入制定导航点的方法。那现在我们来做示范。那现在就来示范要怎么在 New Waypoint 的页面去输入我们制定的航点。那要怎么进入到这个 New Waypoint 的页面呢？第一种，从 Delta 按右边有一个 Pilot Waypoint 按下去，就会到这个页面。第二种，从 Progress 地方，你在这边输入航点的名字。如果你输入的航点名字并没有在 Database 里面，它就一样会跳过去刚才那个 New Waypoint 的界面。那比较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在 The Right 页面输入这个名字，它的航点名字是没有在 Database 里面的，它并不会跳过去刚才那个 New Waypoint 的页面。就比如说这样子，如果我打 CARL 按下去，它就会跟你讲说 Not in Database。好，那么现在从第一种开始，一样从 Data 右边按到 Pilot Waypoint。好，我的第一个名字我就打 CARL 按下去。来坐标部分怎么打呢？就打2145.23，因为北纬嘛，所以我们打一个 N， 再来一个 slash， 再来是12124.03，东京嘛，东京我们就打1，直接按下去，那就有了嘛。那就按到 Store。那目前 ND 上是还没有显示出来，那怎么样让它显示呢？
要在这个 FilePrint 页面，左边是 lateral， 右边是 vertical， 所以我们要按左边，再进入到 Fix Information 里面，然后打刚刚名字 CARL， 按下去。ND 上嘛 ，ND 上就会显示刚刚打的行点哈，刚刚我们制定的行点叫做 CRL。那我们现在来用第二重的输入方式，一样回到 Delta 右边给了 Pilot Waypoint。那打第二个线点，我们要按这个 New Waypoint 按下去。好，第二个名字我把它叫做 Alice ALEX 按下去。好，那看 ND 上，我们要在恒春 VOR 的大概左下方的部分，大概是我用航向212哈，然后距离40海里外，所以我们就打 HCN 的 slash， 方位多少？方位是210，距离多少？距离40。好 ，PPT 按下去。好，你有重复，我按第一个。好，按 Store。然后它就会顺便帮你，应该是，然后它就会顺便帮你算出它的坐标在这个位置一样，我们要把它显示在 ND 上面，就一样按Base Information， 再打下一个，按右边，在第二个地方打上 ALEX， 在那边吧，就看到 ND 上有一个叫 Alice 的航点。那第三个点，我们直接从 Percast Page 进去。那刚刚有讲过嘛，在这个栏位，如果你打的名字它并没有在 Database 里面，它就会直接跳过去 New Waypoint 的页面去所以我就打 JERY， 随便打一个，按下去。好，然后我这是用第三个 Press Bearing， 在 Press Bearing 的相交处那我要在 ND 上看一下，我想在西港的大概2洞的地方，我就打西港 TNN 的多少的方位呢？2洞的方位 slash 这边画一条线出来，然后再从恒春大概是3洞的地方画一条线，所以我就是 HCN- 的330，好，按下去。两个重复都把它按下去这时候它就会帮你算出它2条线相交点的位置，在这个地方要按 Store， 一样要把它显示出来，按 FilePrint Page 到我们的 Face Information 里面，然后选递到第三个，就直接打，应该是 JERY 按下去。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Jerry 在这个点好，那现在3个导航点已经输入完成了，那连起来就很简单，就在这个 FilePrint Page 然后打 CARL， 也就是我们刚刚自己取的名字，然后在 TN 之前 ，OK， 再继续打 ALEX， 好，那继续打 JERY， 这 ND 上就会看到有3个点连起来嘛，那我们再出来处理一下，把这个断点把它取消掉，好，然后再直接影射。这时候你就看到 ND 上面这3个点就把它连起来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功能去画你任何想要画出来的路径，以方便你做参考。那现在我想要画一个 arc 我在恒春半径40的地方，从洞9洞画到2拐洞，那我们可以怎么画呢？那刚刚所示范的3种的打点方式，其实也可以直接在 FilePrint 上输入比如说，我就打 HCN 的方向是090，距离我用50好不好？我用50里直接按下去。那它就会直接在帮你自动命名，它叫做 PBD2 的地方，它直接帮你命名出来那我就可以继续打 HCN 的
多少？我用刚刚是09边，我用110，我用 bearing 11洞的方式，然后去一样50里，就继续打。它会直接帮你跳名字 ，PPD 的02、PPD 03。那如果你是用 PBX 去打，它就会呈现 PBX 01、02、03，以此类推。好，那如果你用坐标，它会帮你显示 LL 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我就把它打完，一样我打 HCN 的，我直接多一点好不好？100方向150的地方，方位150的地方，一样是50里。横圈。好，再来是 HCN 的方位180，距离50。CN， 好，再来是 HCN， 就一直做了，一直把它连下去就对了。HCN 的200，两三栋好了，两幺栋好了，两幺栋的50，好一样。买 end 再次一样。再来 HCN 的刚刚是2要动嘛，我加30两4栋，2、4栋的50，然后一样选择第一个。再来继续哈 ，HCN 的2、3栋再是2、4栋再是2多少？2拐动，50，来去重复，好 insert， 等一下回去刚刚地方，来看，这样就有一个很像类似 arc 的东西。当然你打越多点，那它就会比较远一点。不过实物上并不会打那么多点大概20、30或40一个点是比较刚刚好的哈。这样就可以画出一个很像 arc 的东西，很像 arc 的航路。那现在我们来看另一种方法，也就是我刚才讲的第4种方法，就是所谓的 PD 法 （Place and Distance）。那这个方法会直接在 ND 上 Flyplan 路径上去随便画个点。比如说我现在要画一个点在 TNN 之前的20海里，怎么做呢？第一种，你可以在 Base Information TNN 嘛，我直接大个20，在 Radius 地方，好，再按一下，就会看到 ND 上有个点叫 D20的 TNN。那这个有什么功用呢？比如说，接航管要你下高度，你必须在20里前。距离 TNN 前20里下到某个高度，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你可以在旁边打一个 constraint 的 altitude 好 ，OK， 我们先 erase 掉。第二种方法，你可以直接打 TNN 的 slash， 我要在 -20里的地方画个点，就直接打这样子，然后就直接按它的点 TNN。按下去就是有 PD4， 它的格式是 PD 多少 PD 多少，一样，它就会直接修到这个地方 PD04， 一样，这个点一样是在 TNN 前面的20里上画个点。那我们一样可以在某个已知的点后方再打一个点，怎么做呢？很简单，比如说现在我要在 TNN 后面的20里打个点，20就直接按 TNN 的 slash， 不要加负号的20海里。给它按下去，那它就会在 ND 上方就会看到，它会在 TN 的后面的20里增加一个 PD 的点。那 MCDU 上还有功能就是所谓的可以做一个 time marker， 也就是说你打一个特定时间，然后它会帮你算出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在 Flyplan 上会经过哪个地方。例如说现在是0603嘛，0604。那如果我打0610，我随便按一个，我没有说特定要哪一个，我随便按一个点。那你会看到，在 ND 上它会显示一个0610，就表示说
在0610入台的时候，飞机会经过这个点的意思哦。这个你可以做个 time marker， 或是左右换班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或是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做 briefing 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小教学影片，希望借由刚刚的介绍，可以对各位有点小小的帮助。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